这一期是帮身家上亿的业主更换 WiFi 设备，他们之前的网络条件有点糟糕，导致网络经常不好用，所以就找到了我们，让我们全面的整改一下网络。正值年底，我们公司的老鸟都被派出去负责项目了，公司只剩下2个实习生助手。由于晚上业主家需要网络，所以不管你白天怎么整，晚上都必须要有网络。面对密密麻麻没有任何标签的网线，不知道这些线是监控线还是网络线，散落在各个角落的热电箱也不知道是负责什么设备的，让2个实战经验不足的人来解决这些网络问题，并保证晚上网络通畅，确实有点牵强。这个时候老板就想到带娃的我，于是打电话让我连夜驱车赶回海口。没办法，官大一级压死人。我当时在路上还觉得不就一个别墅吗，至于非要让我上来吗？本打算半天把它搞定的时候，没想到的是，我操，这别墅居然这么大，这是我去过100多栋别墅里面占地面积最大的了。就这样的鱼池比我住的窝还大，关键还不仅仅一个这样的鱼池。这些柱子我开始以为是水泥砌成的，没想到是真材实木。我过来一看，这些线路确实对新手不怎么友好。这别墅的监控分散在各个角落不说，我逛的时候还发现他们的 AP 数量还不少，各个角落都有，比如这里，要多隐蔽有多隐蔽，热电箱哪里都是，这里，还有这里，几十个房间的 AP 线也不知道通向哪里的。但是别忘了，我可是实战型选手，每天遇到比这复杂的线路多得多了。我这边就说说我怎么花2个小时把线捋清的思路吧。我首先来到他们的监控室，数下他们监控有多少个，已知有28个监控，断开了2个，还剩26个。然后就看一下监控属于什么网段。为什么要看监控网段？这个就是我思路所在，后面你们就知道了。知道监控属于 192.168.1.1 网段的，然后在网络设置010客户端里面看看平台接入是否在线，这点也很重要。结果显示不在线，那么初步判断这个录像机应该是不接入外网的。接下来的思路就是看看他们平常的网络是属于什么网段的。我来到别墅里面连上网络，我查了下电脑获取的网关是 192.168.0.240， 那么属于0段的。综合这2点判断，我脑海里已经有了一些线路的拓展图，那么就是监控和网络是分开的，但是我还没有100%的确定。我用摄像头软件扫一遍，发现确实扫不到监控了。这个时候我就可以100%确定监控和别墅使用的网络是区分开的，因为监控室和机房都不在一个地方。我费了半天功夫，我找到了他们的机房。这里出现了24口交换机，往里面还有2个光纤收发器。我用电脑插在24口交换机上，首先看下是否能上网。如果能上网，那么证明这个交换机是负责别墅网络的。结果发现不能上网，那么多半这个交换机的线全部都是监控线了。这就是我刚才为什么要看监控平台接入是否在线的原因。为了验证我的判断，我用该品牌的监控搜索软件扫一遍，结果发现26个监控全部扫出来了。这样的话，一大半的线路已经理清楚了。这个交换机上面的网线全部都是摄像头的，接下来就要查清楚这2个光纤收发器到底是负责什么的了。我用电脑插一个光纤收发器，发现可以扫出6个监控来，那么在其他地方应该还有一个监控交换机，另外一个光纤收发器是插在 TP 的路由器上的，想必这个路由器是负责这个别墅的网络的。这种小路由支撑这么大的别墅，多少有点吃力，这应该是网络卡原因所在了。它既然接在光纤收发器上，那么光纤收发器另一头绝对还有大量的网线。我在别墅里面翻了好几个热电箱，都发现只有寥寥无几的网线，甚至连交换机都不是 PoE 的。我一路过来发现特别多的吸顶和房间网络面板，那么这些热电枪的线路到底是负责什么的？既然这些网线不是负责 AP 的，那其他地方肯定有一个超大的热电箱。果不其然，我来到他们后花园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发现了一个超大的热电箱，这里还有个24口交换机，那么应该错不了。我用电脑插上去，果然可以上网，还可以获取到刚才机房那个.0.2240网段的 TP 网关。这里还有2个光纤收发器，一个分别接的24口交换机，一个分别接的5口交换机。我用电脑插到5口交换机上，发现可以收到26个摄像头，那么我就已经搞清楚了这边的全部线路。机房的24口交换机和这个小交换机上面的网线都是负责监控的，后花园角落这24口交换机是负责这栋别墅的全部网络。这样线就已经理清了，
既然之前的人没有打标签，为了以后维护方便点，我就让他们用寻线仪把这些线全部找到，打上标签。接下来就让他们把全部原来的设备给拆了下来，换成性能更好的设备。后期设备全部更换好后，我发现他们有着非常不好的习惯，他们的电视都是插在面板 AP 上的。其实这样接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会大大的增加 AP 面板的负担。既然是来整改网络，那么就要做好。但是我插在普通网络面板的时候，发现这些面板压根就没有网络。我让他们把这些线给找出来，后面才知道这些小弱电浆寥寥无几的网线原来是负责这些普通网络面板的。但是我让他们找出主线来的时候，他们用寻线仪找了许久，2个机柜都跑了好几遍，愣是没有找到。我也亲自找了半天，确实没有找到。但是3楼的电视机顶盒倒是给了我思路。根据以往经验来看，这种电线机顶盒只连接光猫的 IPTV 接口的，那么它的线路一定通向机房。我回到机房一看，结果网线居然是白色的。后面我顺着白色网线才发现，机房里面还有一个小的热电箱，白色线到这里就接成了绿色线了。这个绿色线上面写的3楼，那我就明白了，原来这个热电箱是负责1到4楼的全部热电箱的主线，但是这个热电箱并没有使用，这也是导致他们网络卡的又一个原因。我给这个热电浆通网后，别墅了全部的普通面板就可以分担 WiFi 的工作量了，这样 WiFi 就实打实的稳定了。至于调试方面也没有什么难度，再讲下去视频就有点长了，我只讲重点，就是之前他们是什么网关，你新的设备就要设置成什么网关，这样最大化的程度避免别墅里面有静态接入的设备给你带来麻烦，这点很重要。好了，本期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观看。